1953年3月5号，苏联宣布领导人斯大林去世。此消息一出，顿时引爆全球。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其去世不管对苏联还是世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敌对势力可能会趁机落井下石。所以，苏联如何对外防止敌对势力的进攻和对内稳固社会主义政权，成为当时的焦点。以现在的结果看来，苏联当时对外稳住了，对内却没有稳住，由此埋下了解体的根源。那么苏联做了什么，造成了这种结局？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面临的第一项重要抉择就是选出下一任的领导者，这是苏联内部的第一大动向。斯大林掌控苏联的几十年间，对权力的掌握十分稳定，在他活着的时候，所有一切都在他的指示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似乎没有预示到自己会死得这么突然，所以并未提前指定或者暗示谁来接班。而斯大林身边的亲密同事、战友在继生前也不敢讨论继承人的问题。基于这种情况，斯大林的去世让苏联上层权力面临再分配。而尽管苏共中央全会宣称要恢复集体领导的原则，可苏维埃30多年的发展历史都要求一个能果断掌控国家事务的杰出领袖出现。1953年3月9号，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政治局常委马林科夫当选苏共第一书记，元帅贝利亚就任国家安全部内务部部长。同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进行了精简，从30人减少为10人，赫鲁晓夫在其中位列第5。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时间，苏联并未诞生新的领袖。直到同年9月，赫鲁晓夫战胜马林科夫，夺走第一书记的位置，自此成为苏联的最高领袖。除政治权力和领导层的变动之外，苏联政府的新动向涉及到了方方面面。1953年3月，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宣布，苏共未来一段时期的目标将是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待遇。于是，从4月开始，苏联各行各业开始了一场大变动。4月1号，苏联政府首先对125种主要零售商品进行价格下调，食品类商品降低10%，布类降低5%至15%，下调幅度为近几年最大。此轮商品调价让苏联人民的总体生活开支降低了8%。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着手局部推行经济改革，其主要内容就是降低重工业的优先地位，大幅提高对轻工业的投资比重，并放宽对集体农庄的控制。为缓解社会紧张，政府还进行了局部大赦。1953年3月28号，苏联内务部、司法部、总检察处联合颁布了大赦命令，对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类囚犯予以释放和减刑。所有刑期5年以下的犯人，所有有10岁及以下子女的女犯人，所有少年、老年、身患重症的犯人，全部被无罪释放。此外，命令对被释放者以后的生活也做了安排。病人和无劳动能力者在征得他们自己的同意后，可以安置在养老院和医疗机构；没有父母的送去孤儿院，没有工作的送到技工学校或直接安排就业。这一举措让苏联近100万人重获自由。在斯大林去世后，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苏联并未在失去伟大领袖后陷入慌乱，而是从各方各面都进行了矛盾缓和，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苏联内部的稳定。当然，政治上除外，赫鲁晓夫的上台本身就是与其他人相互争夺并胜利的结果。在对内稳定后，苏联开始了对外动作，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动作莫过于谋求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缓和，降低冷战对抗程度。自1953年3月15号开始，短短几个月内，苏联在外交政策声明、官方宣传实践、日常涉外事务处理办法、国际政治交往等方面，均采取了对西方的温和姿态，谋求美苏两国建立和平共处的正常关系。马林科夫公开喊话欧美世界，我们一直主张，现在仍然主张2个制度的和平共处。我们认为没有促使美苏发生直接冲突的客观基础，两国安全的利益、国际安全的利益、事关美苏往来贸易的利益，都可以在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中得到保证。除此之外，苏联对外动作的改变还见于对南斯拉夫、土耳其、朝鲜战争等问题上。1948年6月，苏联与南斯拉夫开始交恶，斯大林打响反南运动。而随着斯大林的去世，两国关系迎来破冰。当南斯拉夫驻苏联代表按照惯例出席斯大林的葬礼时，苏方领导人主动与其握了手。在此后的苏联官方口号中，也不再对南斯拉夫进行攻击。1953年6月17号，苏联政府重新委任了一位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表示出愿意实现与南斯拉夫正常关系的愿望。次年6月，赫鲁晓夫更是亲自致信南斯拉夫，主动放低姿态，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出了努力。
在苏联谋求国际关系缓和的政策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那就是促进朝鲜停战谈判。1952年8月，周总理访问苏联期间，与斯大林就朝战停火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当时斯大林的意见是不扩大战争，但会满足中国1953年朝鲜战场的一切供应。言下之意就是希望维持目前局面，将美国拖在朝鲜战场。而斯大林离开之后，苏联政府很快起草出结束朝战的建议书，包括贝利亚在内的一众苏共领导都对朝鲜问题表现出一定积极姿态。最后，莫斯科方面向中国传来信号，建议中国同意美国提出的交换战俘建议，并重启停战谈判事宜。由于苏联的积极推动，双方在板门店的谈判成功于4月26号启动。而到了赫鲁晓夫上台之后，苏联谋求国际关系缓和的倾向愈发明显。赫鲁晓夫在缓和外交关系上的第一个重大步骤是突然改变苏联在奥地利问题上的立场，使拖延10年之久的奥地利国家条约得以签署。1938年3月，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从此奥地利作为德国的一部分参与到了二战中。战争结束后，奥地利与德国一样被盟国划分为4国占领区域。此后长达10年时间，奥地利一直处于4分5裂状态，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美苏在奥地利问题上存在利益分歧。美国坚持在解决奥地利利用国家条约的基础上，连带着讨论德国统一问题。可苏联却坚持，德国统一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会缔结任何有关奥地利的条约。赫鲁晓夫上台后，首先在德国问题上放松口风。德国战场一直是美苏两大集团对峙的前沿，战后被美苏分割占领后，双方再次展开激烈交锋。冷战期间，美国的重点是在欧洲遏制苏联的地缘政治斗争，因此美国倡导欧洲走向联合，并企图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推动其被纳入西方军事体系。为阻止西方造成安全威胁，斯大林时代提出了建立中立统一的德国与欧洲安全体制，并坚持将德国问题与奥地利问题捆绑解决。美苏双方截然对立的利益诉求导致德国问题被长期搁置，直到斯大林逝世，德国问题总算迎来一个良好契机。赫鲁晓夫在看待德国问题时表现出了十分务实的灵活政策。1954年10月，苏联与美西方签署巴黎协定，允许西德获得主权和武装，并加入北约。协定生效后，赫鲁晓夫又放弃了促进德国统一、换取德国中立的理念，转而实行承认两德分治，并积极谋求与联邦德国的友好关系。1955年6月17号，苏联向联邦德国递交了呼吁关系正常化的建议，邀请对方领导人访苏。同年9月，两国建交，两个德国政策成为此后30多年里苏联的一项既定承认国策。而德国问题的解决也直接推动了奥地利问题的解决。在美苏双方均同意两个德国并立的前提下，苏联再将德国与奥地利捆绑已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苏联立刻调整对奥地利的政策。1955年4月中旬，苏联与奥地利在莫斯科展开首脑会谈，顺利达成秘密备忘录。苏联承认了奥地利的中立声明，同意将军队在年底之前全部撤出奥地利。1955年5月，苏美英法4大巨头齐聚奥地利，正式签署了有关重建奥地利的国家条约。处理掉奥地利、德国两大问题，苏联在欧洲社会面临的两大主要矛盾被扫清，赫鲁晓夫的缓和化外交方针取得一定成功。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短时间内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内新任领导人重新确立，经济政策得到变更，民众生活水平得到一定提高，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斯大林体制所造成的矛盾。对外，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纷纷谋求和平发展外交路线，并接连解决朝鲜半岛、奥地利、德国几大问题，缓和了世界矛盾，使世界趋于和平。整体来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无不在透露和平发展的意愿，这对于国内国外都是好的。然而，赫鲁晓夫之后的所作所为却成为苏联进入深渊的开始，这是当时世界各国未曾想到的。